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苗栗三义旅行，要造访鲤鱼潭水库。那我们就往鲤鱼潭水库的途中，就沿途顺道造访一些景点。第一站来到三义水尾福德祠旁边的落羽松森林，这边只要导航三义土地公落羽松就可以抵达这里了。不过现在落羽松的季节已经快过了。 所以整个景象虽然还是蛮美的，不过已经有一点点萧瑟之感了，但是还是很漂亮。看一下，前面那座山就是著名的小百岳火焰山。这是落羽松的气根。 蛮壮观的。今天一早只有2名游客而已。这个景点真的不错，下车走路1分钟就到了。不过可惜是季节限定的美景，大概这个月过了，落羽松就变成是枯枝了。离开水尾福德祠。 我们现在开车前往下一站。我们现在抵达鲤鱼潭后池眼，那后池眼的上游不远处就是历史建筑旧山线内社川桥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后池眼。 旁边就是内社川桥，随着旧山线废弃，现在走入历史了。我现在走在后池眼的岩顶，内社川桥，左侧那边就是现在旧山线自行车道的终点。这座桥长约174公尺，两边分别是旧山线的6号、7号隧道，跨越景山溪，旧称多罗固溪。这是第2代的内社川桥。第1代的内社川桥是在1908年。 明治41年的时候完工，那台湾纵贯铁路也是在那一年全线通车。不过到1935年的时候，因为附近的关刀山大地震，那旧山线受创惨重。像我们熟知的鱼藤平桥，现在称为龙腾断桥，也是被地震震垮。那内社川桥也是被地震震垮。那后来3年之后重建。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2代的内社川桥，这座桥一直使用到1988年，直到铁路双线化改道以后，旧山线在那一年走入历史，那内社川桥也在那一年走入历史。鲤鱼潭水库，前面有步道可以往上走，爬上去看一下。 我们继续往上爬，爬上来了。这里有一座碉堡，这就是现在的旧山线自行车道。我们在2023年的2月。 曾经搭乘旧山线自行车到这里。来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哇，
哦，那时候游客很多，所以这里挤满了游客。今天只有我们2名游客而已。火焰山、鲤鱼潭水库锯齿眼，我们下一站就直接前往鲤鱼潭了。现在就从这里开车前往鲤鱼潭水库，大约开车10分钟吧，出发了。我们抵达鲤鱼潭水库了。鲤鱼潭水库位于三义、大湖与卓兰3个乡镇，集水面积约53平方公里，拥有目前国内唯一的锯齿眼溢洪道。我们现在走往锯齿眼。我已经12年没有造访鲤鱼潭了。冬季开放时间上午6点到下午6点。旁边的树林里面有步道，我记得12年前来的时候就是走步道前往锯齿眼。鲤鱼潭锯齿眼就在前面这里。溢洪道。关虹桥，不过今天水位不够，所以看不到水库的水溢洪而下的美景。这是台湾首座水坝采取溢流眼的设计方式，也就是水坝没有设水闸门，当水库水位满的时候，超过溢流眼，水就自然溢流而下。这座锯齿状的溢流眼，宽66公尺，高6.6公尺，每秒泄洪量2300立方公尺。水库满水位的时候，水从溢洪眼奔流而下，下游还有一处后池眼，可以再将水拦住，作为储备用水。中华民国80年5月竣工。没有游客的凉亭，回程就走树林里面的步道上去。清风。这里有观景平台，远处光秃秃的山峰就是著名的火焰山。这是鲤鱼潭水库的后池眼。我们走回到停车场了，那我们今天的鲤鱼潭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鲤鱼潭水库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
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